好，那么今天是第11周了哈。那么我们待会你先看一下我们在网志这边的这个第一篇。那么我们要求所有各组在你的这个分组网站把你的这个章节改成这样。然后你目前的这个到第10周的版本放在最后面，你这里就写第10周，然后把这个原来的 H1 往后缩，也就是123变成是234。OK， 那这里就会牵涉到你要怎么改。OK， 那你假如不会程式，你可以用手动。但是你想象一下，我这边假如有10个这个 H1 的 title， 每一个各有5个 H2， 然后每一个 H2 各有5个 H3， 那你用手动的可能就有困难，因为当你把 H1 改成 H2，H2 要改成 H3，H3 要改成 H4， 要同时进行。好，所以这里就可以来看看说，我们假如用程式该怎么做。那这边所列出来的就是我们在期末你要交付的这个资料，总共分成这9个项目。好，我们一般会告诉你说，通常你的这个章节外面的这个 H1 不要大于9。OK。意思就是说，当然这个不是硬性规定了不过我们一般会建议，就是说，你尽量在10个里面可以完成你的章节。然后在这边我们手足球系统的模拟，就跟你在写这个结案报告一样看看说你最后完成的部分。通常我们的成果摘要是最后写的。那么一般你在执行的过程所有的组员都要动的，就是找相关的资料，然后看看你是怎么规划。好，然后里面就会有开会讨论议题或者是检讨等等。好，那这个部分就是你其实在不管你是口头简报或者是结案报告。好，那所谓口头简报，我们要求你是要直接在线上做。好，也就是说用 review， 即便你用 PowerPoint， 你也要做成网页式那么必须能够在你的这个仓储里面，那么直接打开。那么专案报告书我们要求要有 HTML 跟 PDF。好，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最后完成，只要点进你的手足球系统模拟这几个这个 subtitle， 就可以看出来你完成了什么。然后你找到的相关资料，或者是你了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要你做这个这一个题目。然后一般我们在做设计你在做任何零组件绘图之前必须要先做基本尺寸的分析。我们给你的尺寸只是参考用的 ，OK， 你可以自己做修改，只要是合理的这个部分。那么能够完成你的这个设计。那么你看看你是定位在什么样的这个高度当然一般通常这个桌子都是可以调整的为了要能够在可能不是非常平坦的这个地面上那么做这个定位这个部分你可以从你的这个手足球的球员球的部分，或者是你的连杆甚至你假如不要一个人控制4个杆，或者双打一个人控制2个杆，你也可以做改变。那这个部分就是你一开始做一些可行性的分析。那这里面可行性的分析一般我们是在2D这个上面做一些尺寸讨论。那一旦这个确认各部分的这个尺寸之后，我们就会进入这个参数绘图。那一般我们在电脑辅助设计，因为我们是用 Onshape，所以里面你可以
做这个协同的部分，你可以把shape 的零件你取它的图像，取它的这个连结放在这里。然后等到你做 VIP 的动态模拟，我们已经有几个任务，告诉你说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这个几何的形状，然后加上相关的这个做动的自由度，我们其实是可以模拟的，因为我们在第一个任务里面，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放轴，怎么定位轴，然后我们怎么样让这个轴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程式来做动。所以这里面我们在功能上，只要你能确认一个球员，它可以按照你的键盘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界面只有键盘了之后你假如真正要这个做机电整合的部分，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线路，可能会有一些外部的这个感测等等。那目前我们为了方便我们在这个系统功能模拟就用键盘。那因为只有假如是这个一个人控制的部分2个，所以你可以用4个键，或者是这个甚至少到2个键来控制，一个是这个左右，一个是这个击球等等。那这边你在做尺寸分析或者是功能模拟的时候，你就可以确认说到底我们的键盘到底要几个键那比较方便的可以2个人来对打。那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就是也是透过我们对 VIP 的这个了解那么假如你的手足球员可以击到球，那双方可以来回，我想这个功能就确认，表示说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系统来模拟这个手足球是可行的。那等到这个做完之后，比方说双方有得分，那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的这个手足球就是由这个选手拿球从中间的这个孔洞直接丢进来。那我们这边假如那当然也许不需要这么繁杂了不需要用多连杆的这个部分，你可以用一个螺旋滚筒或者是其他的感测，就是其实你球是有存放好几个，然后等到它进球之后你可以在你的这个那么球场下面的这个机构来运送这个球到储存箱，然后直接看是用按钮或者是用感测，直接就从发球的这个孔洞把这个球给发出来。那这边只是给各位参考，就是说我们在之前做过的这个机构分析，假如说你可以把它当作说我们这个球在运转，假如它的轨道是透明的那当然也是一个类似娱乐的这个效果了不过这边我们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告诉你说，一般在我们机械设计所完成的这个产品，大部分都是会做动的所以这个机构设计在所难免所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送球的机构，然后配合我们的手足球，那么系统我们来做一个练习。那假如这个都 OK 了，你最后完成的这个 VIP 你必须要提供细节的资料，包括这个场景，包括你的控制程式包括你如何使用那么说明的部分是在这里。那至于最后的部分，因为我们其实在这边的参数设计跟我们的动态模拟都并不是非常细里面对于这个整个球场的这个组装，有些东西可能我们并没有这个要求的非常多，因为我们并不是实际上要把它做出来但是你假如看这一篇的话，它是从头到尾实际上把它组装出来。所以你假如在设计完我们初步的这一个系统之后你应该要把你的系统所牵涉到的所有零件都列出来，对应的尺寸也把它列出来那我想我们细部的资料希望你是放在这里。那最后完成我们大概从第16周开始所以你算一下，从11周到第16周我们希望你可以完成，然后我们从16周就开始来这个做这个所谓专案的口头简报跟你的这个那么专案的报告书所以你假如要看细节的描述，我们从一开始那么已经告诉你说如何利用 SSH 的方式，所以你每一个组员理论上是不用离开你的这个座位你可以利用这个那么 Git 来推送你相关的资料那当然你只要练习，你各组可以有几个更新不一定要直接去操控它你可以用 pull request
好，所以你可以把我们这边所秀出来，或者我们之前电脑辅助设计所用过的这些全部把它纳入。好，那在这里面我们基本上，假如就这里呀，我们是直接用 SSH， 好，那你也可以把这边的资料整理一下，好，然后看看说是不是每一个组员都已经搞清楚，啊，利用这个 SSH 来进行协同。好，那至于这个 CM Symfony， 因为里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有蛮多 bug， 所以你假如万一档案 config 里面的这个 content HTM 在某个阶段存档的时候不见，因为这个目前我已经想要把它做大幅的修改了。那假如你在过程里面有档案被删掉，其实它有一个 backup， 你可以想办法把它这个回复了。那待会你要转档之前呢，你也应该要先把你现有的这个 content HTM 做一个备份。我想我们每一次在做一些测试的时候都必须要这样处理的。然后你假如说零组件想要用这个 CM Symfony 来做管理，因为这个其实 CM Symfony 你假如把你的 STL 的档案送到它的 download， 然后你把它用 iframe 嵌入的话，它里面有一个 STL 的 viewer， 好，所以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在跟 Onshape 的这个实际上 3D 的连接，或者是你用这样简单的这个 STL 可以放在你的简报，放在你的最后的这个那么 CM Symfony 档案里面那我想这个应该也是让使用者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的这个零件。所以我们把整个部分所可能需要用到的这个所有系统包括我们为什么要用 Review， 包括为什么要用 Pelican， 那每一个项目的这个功能都不一样。那当然假如是存放在这个 GitHub 上，它还有 issue， 可以指派追踪相关的议题，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很方便来做快速记载的这个 wiki， 那这个就不需要合并了，每一个人可以几乎是同步或非同步的来更新。所以其实每一个系统的部分都非常的这个有它的这个特殊的功能所以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协同产品设计实习的时候，我希望说你花一点时间把每一个功能在我们协同里面可能扮演的这个角色那么可以做一些讨论或者是应用，然后最后写在你报告上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把它套用上。那至于5跟6，因为是放在这个 GitHub 可能比较不容易直接由我们来操控所以我们在上2个礼拜我们也告诉你说，假如你是要自己来做一个小型的这个 GitHub， 其实我这边已经有一个范例我是目前插2个随身碟，然后我在这里面随身碟对应的这个部分那么有一个是这个是应该16 GB 的这个16，然后我把它 compile 把它 partition 成 NTFS， 因为我里面的这个 VDI 的档案它 VDI 的档案应该是大于4 GB。在这里面这个，因为它是大于4 GB， 所以你假如是用 FAT32 的话，它最大的这个能够存的单一档案只有4 GB， 所以已经没有办法存。这个部分也牵涉到说，假如你要下载这个最新的 Windows， 它也超过4 GB 了超过 4.7 了连一般的这个 DVD 都放不下了必须要高密度的。所以这里面你假如说可以有2个随身碟。那其中一个你要练习，因为我已经把所有我们在系上的所有网路，包括 Proxy， 包括 CM Symfony 怎么样跟主机这个启动，然后也把我们这个发手的部分整个都弄进去然后里面的这个细节部分，意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那么系统的最后面。就是说你在这里模拟的这几个部分，最后假如问说你为什么要用云端的这个 Onshape， 那目的其实就是它轻薄短小我们非常容易在协同上面我们这个组员的游走不需要带着这些厚重的这个系统。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厚重系统，当你要做这个网际参数可程式化的时候，SolidWorks 是被绑在 Windows，
Inventor 也是哈。那 NX 跟 Creo 它都有 Unix 版本哈，可是相对来讲，你要配置这样的一个系统做协同的话，你还需要一个产品资料管理。好，那因为这个产品资料管理的系统，就目前来讲的话，它的价位高，弹性低。OK， 好，那我想在学校大概比较少，好有能力来维护这样，因为它里面还要用到，假如你是在 Windows 的话，它一方面要有这个 Windows 的 Server， 它还要有 SQL 的资料库，然后它说不定你要做 Web-based， 它还要有 SharePoint Server， 所以这里面其实它的这个所牵涉到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成本比较高了哈。那我们假如说只是要实习的话，其实我们利用 Git 的这个分散式的这个版式管理啊，然后有很多的程式是我们可以有能力自己写的话，好，那我想所得到的最后的结果应该不输利用这些比较旧的这些系统啊，而且是价位很高了哈。那维护上我想也不是很有弹性，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其实是看到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 server base， 而且是跨平台的系统已经开源了啊，所以我们其实是有能力可以运用这些系统来打造我们自己的一个协同设计分析，而不是在一个，比方说一般我们用 SolidWorks， 你安装了好几 Giga， 其实你用到的只有几百甚至几十 Mega 的东西，好，所以其实它对应来讲，我们在这个协同设计，我们希望说能够提高效率的话，有能力的话，应该要自己打造了。那这边我们假如没有网络或没有 GitHub， 我们刚刚讲了就是你可以在这个随身碟上，其实就有一个 Unix， 就有一个 Ubuntu，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个系统，甚至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我们用 Host Only 可以开发我们想要的那等到我们有能力自己维护主机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虚拟的部分把它弄到实体。好，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上这4门课的时候，我们一贯的这个目标了哈。好，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好，那你要怎么样去同时转换你的这个 tag， 好，所以你就会想要上网去找所以我就打 Python replace different string simultaneously。好，那我意思就是说我有没有 Python 程式可以同时 simultaneously 是同时来更换不同的字串。好，那有，这是第二篇，所以我们点进来就有。好，可是它的程式是 Python 2的，那最底下这边它有人说可以用 Python 3。好，所以我就把程式抓下来。好，那抓下来的部分，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很多东西，假如你会找相关的资料，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处理过了。好，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抠下来。我们唯一改的部分就是把 Python 2改成 Python 3。好，那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好，你今天有一个置换的规则，因为我们要把 H1 换成 H2， 同时要把 H2 换成 H3。假如你是先换，你后面的 H2 就会有没有？就会全部被换成 H3。你假如分3次的话，你没办法做的。好，所以你变成说你到最后，你假如数量很多，你就被迫要用手动。好，那用手动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好，一定是乱成一团，因为你是进入 HTML。所以我们经常在机械设计，我们只要看到有人是利用人在做机器原本就可以做的事情，好，我们应该挺身而出了我们应该挺身而出，把这个任务把它接下来，就说好，我们假如置换的规则是 H1 要换成 H2， 同时 H2 要换成 H3， 同时 H3 要换成 H4。好，那这个换成 H4 的意思就是最后的 H3 的页面全部会变成一页，好，它的这个原先的页面标题就会变成大写的 H4， 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定义下，我们就可以利用底下。那当然，这个底下对我们是有一点高阶的，不过我们的目的就是找到工具，想办法把它完成。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例子说，好，假如我今天有3个页面，一个是 H1， 它的 content 是 test1。H2 content 是 test2，H3 那能不能换？好，所以我们就执行看看。我们从这边我们就给它勾一下，好，那最后印出来，我们就如愿完成我们要的。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好，我们其实就是可以很方便的用程式来做。那你假如不会也没关系，反正你有的是时间的话，你就用人慢慢做。OK， 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告诉你，你看我们要找到这种资料。好，那当然，这个我之前
一定是找过才知道 keyword 吗？应该不是哦。我刚刚才想到，因为我昨天也只是想说应该可以做，但是也不晓得答案在哪边。我只用这个关键字，那我就第二个我就找到了，所以我大概不花3分钟的时间我就已经完成。那当然你基本上我们一直告诉你英文的重要性，其实也在这边，因为你假如用旧的这个是 Python 2，那我们看看这里就讲，你只要把它换过来就 Python 3。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可以给你参考了，就是说我们当然不是非常喜欢写程式，但是当它变成是我们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们循着这样的一个 keyword， 我们就可以在很短时间里面找到，然后你把它存起来就放在你的 tools， 那我们下一次再碰到同样问题，我们就可以一样很方便的来进行处理。 OK， 好，所以我们这个影片希望你待会把这一篇那也顺便检视一下，说我是不是对于我们前面协同的基本的设定是不是已经充分了解 OK， 然后是不是所有组员都能够知道说我们这个课程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安排，然后我们所定出来的这一个8个项目，你要怎么样在剩下的几个礼拜里面把资料给填上来。OK， 好，我们影片就拍到这里。